蓝忘机的眸中头一次闪过一丝无助，但随即转为坚定。只要魏婴还在身侧，就绝不能让他受到伤害。蓝忘机分心抽出一份灵力，化作灵蝶，蓝色的光点在暗黑的环境中，显得格外突出。其他鬼魅不等灵蝶飞出，直接将其吞噬于腹。你是我的。蝙蝠转头化为一道怨气，直直朝着魏婴撞来，速度极快，快到魏婴本人都没有反应过来。魏婴整个人便笼罩在了黑雾中。蓝湛，快走！魏婴咬牙切齿，似在隐忍着极大的痛苦。魏婴，蓝忘机紧紧蹙眉，眉眼间满满的担忧。然而在蓝忘机分心的那一刹那，一只鬼魅紧紧缠绕上了蓝忘机，吞噬着蓝忘机的灵力。谁也走不了，留下来陪我们玩吧。乱葬岗，乱葬有来，哥哥，留下来陪我们。魏先生，你该醒来了。小魏婴悬浮在空中，看这各自陷入困境的三人，小手轻轻点了点魏长泽的肩膀。原本黑气缭绕的元婴体瞬间金光大放，黑气不在。魏长泽缓缓睁开了双眼，眼中却是满满的痛恨与心疼。魏长泽侧目而视，只见得两个人影于黑雾中正扎。魏长泽凝神静气，用灵力破开了那两团瘴气。蓝忘机踉跄了几步，用碧尘支撑着自己的身本。那么短的时间内，蓝忘机的灵力已经被侵蚀的所剩无几。若魏长泽没有及时破开怨气，可以说蓝忘机已经成了乱葬岗的一员。魏长泽快速来到蓝忘机身边，按住他的肩膀，缓输入骨灵力。早已干涸的灵脉在灵力的滋养下重新恢复了生机，蓝忘机惨白的脸色也渐渐有了丝血色。哈哈哈，你敢对我动手吗？黑雾中的人渐渐显现，魏婴嘴角似笑非笑，一身白袍黑雾之下缓变成了黑色。魏长泽看着那邪气狂拽的魏婴，微微抿嘴，随后释然一笑。阿婴，阿爹相信你。魏长泽抓起蓝忘机，转身离开乱葬岗，不再多去看他一眼。前辈，魏婴。蓝忘机看着魏婴的身影逐渐变小，最终消失在眼帘。魏长泽看着明显乱了心神的蓝忘机，不着痕迹地点了点头，此处有阿婴的机遇。蓝忘机望着乱葬岗的下方，不解，但是也相信魏婴的父亲不会将魏婴置于死地。蓝忘机本想着给魏婴送个晚饭，却意外发现魏婴被定身于院中。魏婴慌乱中带着自己前往乱葬岗，语无伦次的说着阿爹怨气。一个人这样的魏婴，蓝忘机从来也没有见到过，心里胀胀的难受，想要护着他。魏长则不再过多的解释，只是盘坐于地，闭目。蓝忘机眼中闪过不安、担忧、慌乱，最终化为平静，一盘坐下来，等待那个恣意潇洒的少年。阿爹，乱葬岗怨气爆发的话，我们怎么办？魏婴无措地看着魏长泽。阿婴，你可还记得你入学时对蓝先生说过的话？魏婴仔细回想了一下，疑惑地问道。灵气也是气，怨气也是气，可是蓝老先生说这是邪魔外道，修不得，道不分正邪，人心才分。是了，灵力也是气，怨气也是气，怨气为何不能为人所用？魏婴紧紧闭着的眼睛瞬间睁了开来，看着在体内不断游动的怨气。魏婴放松全身去感受着怨气中的情绪，是爱，是恨，是不甘。魏婴释放自己的灵气与怨气去碰撞融合。我愿意接受你们的情绪，我能够理解你们是否愿意脱离这怨气，去找那属于你们的那个人。解脱字，血池中的血水不断翻滚着。魏婴冷厉地看着那不断凝聚在一起的怨气，使海中画出一个小蝙蝠，去蛊惑那天真的灵魂。怨气没那么容易用。阿爹阿娘，你们在哪里？阿婴好想你们身形。弱小的魏婴紧紧地缩着一团破烂的衣服包裹不住幼小的身躯，光着的脚丫子上面长着好几个留着脓的冻疮。悠悠，爹不疼娘不爱，活该没人要。几个穿着棉袄的小孩子手拉着手，围着魏婴不断的嬉笑玩闹着。魏婴红着眼，却只能将自己缩得更紧，仿佛这样就能回到阿娘的怀抱。滚开滚开，你们这群小崽子怎么那么缺德呢？我天天上你家门口指着你鼻子骂你，你乐
不乐意。一个身形胖胖的女子对着那群小孩子说道：“有了大人的参与，小孩子很快就散了开去。”女好沉重地弯下身子，轻轻摸了摸魏婴的脑袋，一块稍稍厚点的毯子盖在了小魏婴的身。魏婴感受着突如其来的抚摸和温暖，瑟缩着抬头看了眼，露出一个大大的笑脸。谢谢婶婶！啊呀呀呀呀！狗！魏婴撒丫子狂奔，看着前面棵大树，蹭蹭就往上爬。汪汪汪汪汪！2、3只狗前肢扒拉着树身，魏婴止不住地抽泣了起来。呜呜！你们走开！阿英害怕。小娃子，狗走了。一个衣着破烂的流浪汉赶走了狗后，朝着树上的人说道。魏婴小心翼翼地朝着下面看了一眼，果然没狗了。魏婴攀附着树身，如同毛毛虫般小心翼翼地往下挪动着。流浪汉听着魏婴肚子咕咕地响着，魏婴脸颊红通通的，虽然脏脏的，但看着也怪可爱的。流浪汉从兜里掏出一个有着黑黑虫洞的枣子，